讲真的，我觉得我是时候要买一个收音的东西了，不然每次都听到一些杂音，你们听着可能不烦，但我自己觉得蛮烦的。然后我们进入正题，我觉得对于跟我类似的这种跨性别群体来说，是否要去变性，真的是一个亘古不变的思考，就是常年盘踞在我们心中。即使像我这样子逻辑思维清晰，偶尔会吾日三省而勿生，我甚至还以这个为主题录了2支讲述是否要变性、为什么要变性，以及我最终决定不去变性的这个视频出来，我仍然时至今日偶尔夜深人静，或者是好像就是吃饭的过程中，就是不管你在干嘛，你偶尔就会再蹦出那个想法说，哎，要不然还是去变性好了。我后面我想了一下，我为什么如此的执着这件事情？我像柯南一样，把所有的不可能都剔除，只剩下一个可能，那就是我想跟男人做爱。我实在是太想跟男人做爱了，你们知道吗？就是我现在是以男性的身躯在和其他的男性在社交的过程中，我这里所谓的社交一定是基于两性、基于恋爱、基于对肉体的渴望为基础去进行的社交，而不是你们所谓的那种同事之间、朋友之间哦。我现在特此声，我绝对不会讲非常纯粹的友情以及点头之交。好，除非我特地提到，不然的话，你们都默认是 for sex 的，好吗？然后就是，哎，我刚说到哪了？就是我是为什么这么的想变性？那就是我想有一个合理正当的理由去和另一位男人做爱。我为什么要说合理和正当？因为没办法，就是在这种主流社会教育以及主流观念的熏陶和洗脑之下，你一定是会觉得这就是主流的。但即使你自己知道，好不好？我不跟你们杠，我不跟你们杠。即使你自己知道，其实什么样的方式都是表达爱意的一种合理正当的方式，和主不主流无关，和他人的看法无关。但是在我看来，我仍然希望能够在被社会认同的目光下和另一位男性发生性行为。也就是说，这当然我不是说抢别人男朋友或者是去乱搞之类的，就是正常渠道下认识的，然后结为恋爱关系的两个人发生肉体关系的时候，众人是带着姨母笑在看着我们2位，然后说：“哎呀，他们好幸福。”的这种氛围，你们能懂吧？这是我想变性的唯一一个主要诉求。其他像其他网友说的什么社会认同什么的，其实我都 I don't care。你们知道吗？因为我一直在我这边，我一直都是这么想的，就是我觉得所谓的社会认同，它只是社会认同而已，它不代表它是对的。你们能明白吧？能明白其中的区别吧？就是像你退回几百年前，女人缠足也是社会认同，你不缠足，你就是异类。那像现在我听说啊、坊间流传哦，就是山东那边偏北方那边女性是不能上桌的。好，我再次声明是坊间流传，我听说，好不好？如果你们那边实际情况不是这样的话，那就不是了，你们就当做是我在举一个例子，这是一个范例，好吗？曾几何时，这个也是一个主流认同。那很多主流都处于慢慢被现代观念推翻的地步。但是我们再换个角度想，现代的观念它就一定是对的吗？它其实只是另一个主流而已。所以我从来都没有认为我一定要走向主流的道路。哈，我年轻的时候曾经想要拼了命的成为主流的一份子，就为的就是不要被社会霸凌。但是现在我开始做自己之后，我就再也没有再把主流放在眼里了。就是你主流又怎样，你是大多数又怎样？我做我愿意的。如果我正好搭上了你们主流的那班车，那么搭就搭了。但如果我正好我就是那么的非主流，那我也无所谓。你们要骂我，你们要歧视我，你们要干嘛，都是你们的自由。哈，到这里为止，我又要扯到另一个话题，让我多嘴一下，就是很多人他们会觉得说，啊，你这样就是不对的，啊，你这样子我就是看不顺眼，啊，你都发到网上了，还不让骂一下哦，啊，你长得就是一般啊，我只是说出实话而已。我跟你们讲，你们有这种观念，真的很不可取。我之前有一段时间，因为被网友们这样说了之后，我稍微停更了几天，因为我当时确实心情很不好受。我觉得你为什么要这样子说我？然后现在我已经从那个情绪中走出来了，我可以好好的跟你们谈一下这个逻辑。就是你如果觉得我不好看，以及你如果不认同我的做法，都是你的自由，好吗？全部都是对的，因为我也有我看不顺眼的东西，但是我跟你们的区别就是，我绝对不会在当事人面前跟那个人说，你知道吗？你这样做很恶心，或者是你知道吗？你这样做我认为不对。
在我的观念里，只要这个行为没有违反法律本身，那么它一定有它的道理，它就是合理的。我没有那个资格去管它，即使我内心再怎么厌恶。这是我和刚刚我上面提到的那些人的区别，以及这也是我想告诉那些人以及正在看视频的你们这个道理，就是你们看到我的视频，你们可以觉得我很自恋，也可以觉得我很自信，也可以觉得我很嚣张，也可以觉得为什么他就到这个 level 而已，他凭什么那么嚣张啊？啊，那么多女明星都没有哪个人敢说自己漂亮，他凭什么整天在那里顶级顶级的？你们有这些想法，都是对的，都是可以的哈。我不说对，都是被社会允许的，这是你们的自由。但是你们想清楚了，你们确定要把你们的这个想法告诉我吗？告诉我之后，你们能获得什么呢？反正我是一定会因为你们的看法而不开心，然后我不开心了之后，你们能得到什么呢？而且退一万步说，即使我不开心了，我把电脑合上，我只要一出门，我仍然是我们那条街最漂亮的一个，邀约我的优质男性仍然是不断的，就是我该过我的生活，我还是过，我完全可以不把你们的话放在心上。我有可能会走心那么2-3天，但是2-3天之后，老娘还是一头好汉。好，关于这一点我就说这么多，好吗？接下来如果仍然还有对我的批评，以及你们仍然继续做这些事情，都是你们的自由，我将会无视。但是你们要说太过分，拉黑你们也是我的自由哦。明白吗？自由是相对的，你们有骂我，你们有不认同我，你们有质疑我的权利。相对的，我也有还击，我也有拉黑的权利。所以，当我还击你们的时候，不要老是说：“哎呀，他急了，他急了。”拜托，我有1万种方法让你们急，只是我不选择这么做罢了，因为我比你们有教养。OK，好，再回到刚刚说的那个变性的话题，我之所以非常的想变性，是因为我很想跟男人做爱，但是我后面想了一下，我去做鼻子。我想去隆胸，但我还没隆啊。但鼻子我是做了的。我跟你们讲，这些事情都是有两面性的，它是有好处跟坏处的。好处就是我做了鼻子之后，你们肉眼可见的，我长相确实整个人精致了很多。但是啊，自从做了鼻子之后，我意识到一点，就是只要是动手术，我这指的是那种需要开刀、需要有伤口的那种手术，对你的人体都是有不可逆的伤害。那么这其中一定包括了我之后有计划的做胸，以及我已经放弃了的变性。以及接下来的各种整形手术，我都已经在斟酌着要不要适当的放弃。毕竟我现在确实长得已经很漂亮了，我继续做整形，顶多就是漂亮，然后再更漂亮。就是对于普通人来说，其实已经过犹而不及了，只是说我自己自我要求罢了。然后再扯回到变性，就是变性你带来的肉体上的痛苦以及不可逆的伤害，一定比你整形大得多得多得多。因为我自己有去了解变性手术是怎么做的，在网上也有很多相关的这种小动画，你们如果有兴趣，你们都可以去搜一下。然后因为我个人我下体长得还蛮标致的，就是非常的巨硕，好不好？然后呢，如果我下面小到不行，我可能会觉得，哎，反正就趁这个机会就当女的算了。但是好死不死，我下面实在是过大，好吗？所以我觉得变性实在太可惜了。说不定我老了之后就是风华不再了，我再当回男人，我还有我的那个市场在。好，这个就扯远了。我就想讲的就是，我之所以想要变性，我为的是要去满足男人。当我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很恐怖，我已经不是我了。我不能，我可以为了男人牺牲一些我的东西，我觉得这种东西是双向的。但是变性这件事情，就是我单方面的在为男人付出我的一切，然后与之我付出的代价就是我的身体、我的下半辈子、我的一切。我根本就觉得这不划算到爆，你们知道吗？就是你做脸，当然男生看了高兴，我自己看了也高兴啊，好不好？然后你们看了也高兴啊。这其实并不是 only for man 的，你们懂吗？我不是单纯的为了讨好男人，我有讨好男人的一面，但是这顶多就是20%左右，但是我更多80%、60%是为了我自己，然后为了社会大众眼里的我自己。好不好？这是做鼻子给我带来的正负面影响。然后有了这方面的好处之后，我愿意为它付出一些肉体的疼痛。在我看来，这方面我的天平是平的。你们能懂我的这个逻辑吧？然后我去做胸，做了胸之后，我的身体会更加的有曲线，我穿衣服就会更好看。因为我现在本身出门就是要垫胸垫的，然后我做了胸之后，我就可以不用垫了，我就直接穿，然后偶尔露个沟，我自己也会开心。我跟你们说真的，我真的是会自己为了我的身体而开心。然后做胸，在我看来，它的疼痛感以及
术后的那种护理什么的都比变性来的划算，然后我自己又能更漂亮，何乐而不为？然后以后我要觉得不 OK 了，我就把它取出来也可以，顶多就是有几个疤而已，在我看来根本就不算什么。但是变性这就不一样了。有了解过的都知道，变性那个伤害是不可逆的，你根本就没有办法说，哎呀，我觉得当女的不行，我再当回男的吧，没有这种事。即使有，你也只能当一个，嗯，就是你本身如果是80分的男的，你再当回来，那你就是60分的男的。东西永远是你自己原生的好，就是你能用你自己的，尽量用你自己的。然后我无法接受的是，我付出了这么大的痛苦，结果为的就是做爱。几十年后，等我50、60岁之后，我再回忆起这个决定的时候，假设我已变性了，我再回忆起来，我一定会很想殴打我自己。所以，为了让我自己不被我自己殴打，所以我决定不变性。我录了3支小视频，讲到现在，我已经完全忘了我这个视频的主旨是什么了。好，我就先讲到这里，就这么过了。我感觉我讲了很多事情吧，好，就先这样子，拜拜。